Hello， 大家看那个《前门无间》了吗？新上的剧，我当时好像是没有时间配音。《前门无间》的角色太适合我了，是吗？我觉得那种戏演起来可爽了，就是他角色比较丰满。我自己昨天晚上，我今天早上的早班机，我昨天晚上没睡觉，看了2遍。但是有点短，我觉得我没有想到这么短。拍的时候是按60集左右拍的，但是一般剧本60集，一般拍完剪出来都能剪个70、80集，没想到这么少。有新剧啊，今天上的《千门无间》，前2天上的《浑然心动》，2部戏。男人之间的感情，你有男朋友吗？或者你有老公吗？你可以问一下他小时候跟同学或者哥们儿会一个火，然后同时点好几。男人之间的情谊就是这样，就是自己点完你再给他点就很啰嗦。那兄弟之间打一次火，然后收回去点着，是不是更少打一次火？是不是显得更利索？另一部在推进中。话说你们看那个我和大哥就是把很多产业收到我们囊中的时候，后来我们那个去巡视的时候，记得那个桥段吗？因为有的词儿不能说，你知道吧？这是我和我们大哥收购了很多产业以后，我和那个宋清河，然后我们一起巡视完以后呢，坐在沙发上，然后点着那个是我们现挂的，那是。对，点火谁的2个男人凑不出一个好火。就2个男人凑不出一个火那一段，那是我们现场现挂的，那是我第一场戏。就是我觉得这种角色我们现场就是可以有很多即兴的创作。就这种角色相对于他的创作空间会大一些吗？那打火机是把里面油倒掉，然后故意让他打不着的呀。周润发演赌神也是34岁，哇，原来是这样。后面是厨房，这个酒店它是一体的，客厅厨房一体的。河边也是吗？特意设计的桥段。河边哪个桥段啊？大家没看《千门无间》和《浑然心动》的，记得今天晚上下播以后赶紧去看。好看的，我自己昨天晚上没睡觉看了2遍。我觉得这个《千门无间》，它虽然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男频，对，陈思老兄来了，没在拍戏吗？女主感情线，其实我刚进组第1天，这个导演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和别的导演。这个导演呢，我们没有围读剧本。我进组了以后，他给了我一张 A4 纸，他拿了一张 A4 纸，上面有10几个问题，挨个给我考了一遍，就把这个人物的前世今生还有各种心理活动全部就是剧本上没有的东西考了一遍。他问我
你觉得你这个角色是什么时候爱上女主的？我当时回答的是，我整个剧本看起来我都没有觉得我爱上女主，可能到后面有一点吧。然后导演说，我觉得你就没有爱女主。对，我在这个戏里面，我有任务在身的，不能轻易说爱。其实责任我也对他没有什么责任，我前期也没有太多的去考虑他的感受。其实我的这个角色，我一直以来就想的是复仇，然后后面就跟着宋清河，然后陷入了一种家国情怀里面。所以说爱情几乎都没有在我的思考范围里面。爱上宋清河了，哎呀，跟宋清河吧还是有点感情，因为我对他后面更多了一些佩服。这个剧用的配音是因为我后面没有时间去补配音。对，吴赦是以什么罪名坐的牢？这也是导演问我的话，这个剧本里面没有交代。哎，这话不能乱说，这给我一会儿直播间封了。手铐吻不是自己想的，手铐吻，手铐吻是我们一起当时，我们根据现场的情况，然后把剧本做了一些改编，然后最后碰撞出的那个手铐吻。不过这个配音，我觉得算是我别的所有的配音的剧里面算是比较贴的了。我看的时候不出戏，别的配音我自己看的时候也很出戏，但这个配音我没有出戏。只不过有一些小的遗憾，因为毕竟是配音嘛，他们把这个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职业。其实当时我在演的时候，我说的语气不是那样的语气。但是刻板印象中那句台词可能是对于大部分的从业者来说，可能刻板印象中那个词应该是能说，所以说配音老师照着他的印象中的那样说了，但实际上我在演的时候不是那种语气说的。吴赦和谢之宇非常像，只不过谢之宇的那个那里面多了一些爱情。而这部戏里面多了几个任务更多一些。其实这个戏不是很难评，这个戏只是有一些难评的因素，但是它其实不是标准意义上的难评。但这种角色吧，你看这种角色，他在演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发挥空间，大家也可以现挂很多想法，怎么演都可以，其实。但是呢，但是有很多角色他就没有太多的空间。你一做表情，有的表情你一做，他就不是那个角色了。所以说这种戏会演得很爽。但是我看完以后啊，发现几个问题，还是可以更好。方素里那样的角色，可能2026年有机会接班。但是他的数据我看没有那么高，这应该是我有史以来就是点赞啊收藏最少的一个。但是我看完了这部戏真的非常值得一看。要永远相信自己，即使再难我们也会赢。有一个遗憾就是这段戏我其实可以有更好的演法，当时脑子没转过来。对，数据不能说明一切，就是这个戏我看了，它无论数据好与坏，播的爆与不爆，它绝对是个好剧。
所以大家可以去不喜欢看这种类型的剧的，可以尝试去看一下，如果万一看得进去呢？我和宋清河吐泡泡吐了很多次才过，那泡泡糖吧，小时候吐泡泡，很多年没有吐过泡泡了，所以说生疏了，吐了半天没吐成功。有没有学到一些打牌的技巧？没有，就是一些简单的马牌的技巧是学了一点点，打牌没有什么，打牌那不是词儿不能说。飞牌有练，但是没练好。还会接霸总戏吗？哥，我是什么戏都会接。哥会玩掼蛋吗？不会，我生活中不怎么打牌，我生活中会玩那个斗地主。我只是我已经很多年不打牌了，但是我20出头的时候喜欢打牌，打斗地主。飞牌我飞了几张，那个执行导演不让我飞了。他说你再飞，导演那个道具老师道具会满场给我捡牌，没有人干活了，他不让我飞了。我记得网上好像有这一段。王者我以前也打，我那个歌有戏啊，我在筹备中。以前玩偷菜吗？不玩偷菜，好像玩过一段时间抢车位。女导演，杨溜溜导演很细节，我们经常在现场会探讨一些角色的一些细节。他真的是导演，真的是做了很多功课。导演为这个剧本做了非常多的功课，而且这个剧本在前期修改的时候，我也参与了一些，我们也参与修改了一些，所以说还是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的。千门有第2季吗？千门我觉得有第2季的话，首先它要有一个第1季应该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就是不说大爆啊或者什么的，最起码要有一个合格的成绩才可以考虑2。这剧本挺好的。浑然心动有2吗？浑然心动应该没有2吧？浑然心动已经拍了太多版了，我记得已经2、3都有了吧。这个东西有很多因素，它有的它数据不代表一切啊，就是不一定你剧本好，就是这个剧品质好，它就一定会有很好看的数据，这是不一定的，可能跟受众的原因也有一些关系，就跟受众的类型有一定关系。受众多少吧，多少算合格？在我看来，合格最起码是6500以上吧，可能要求有点高。5000太低了吧？5000在我看来，我自己的标准是不及格。那你要说站在制片人的角度，5000回本都很难，是不是数据没关系？这个数据我跟你说，我接这个剧的时候想到了，我各种可能性已经想到了，我想到数据会很差，然后或者是各种可能我都想到了。但是他唯一让我没想到的是，他比我想象中的拍得好，就这个戏呈现出来的结果是比我想象中的好的。那这次是不是你也亏了？亏不亏还不知道呢，过几天才能见分晓。但是亏不了多少，就是没想到他比我拍的，他拍的比我想象的好这么多。而且我在网上刷到一些评论，好像也不错哦。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相信自己眼光的人。我自己觉得他好，哪怕
他负面的声音有很多什么的，我还是认为他有闪光的地方，他有好的地方。我是非常相信自己判断的人。这是交学费，不是亏。还好，应该不太会，不太会亏。我觉得这是一个掷地有声的作品。最起码我觉得里面也有很多桥段，也有很多有很多场戏，有很多桥段，它最起码剪出来看着是有看点的。我在这上面还是比较，我在这个上面还是比较感性的。我觉得拍出我想要的东西了，我亏不亏无所谓。当然了，挣了更好。对，不管这次成绩如何还是怎么，我们也会总结经验，下一次再做一定会在口碑和成绩上达到一个更好。希望多接些鲜活可发挥的角色，没有那么多鲜活可发挥的角色，大家都想接，哪个演员不想接鲜活又可发挥，然后剧本还得好，然后还得好团队好配置，谁都想接，这个很难的。我每天，我说实话，我们的制作公司每天会站在制片人的角度挑很多本。我作为演员，我也每天会看很多本，好本真的是很少很少，就是因为短剧它可能它的投资体量小，比较相对于容易立项，比较相对于容易促成，所以说很多题材一旦大家觉得最近很好很流行，会很快速的出现很多版本，所以说很多好的题材啊都已经被拍的太多了，所以说有的好本也确实不错，但是市场上已经有很多同质化的了，就有很多本我没接，就有很多剧本找我没接的原因不是剧本不好，剧本非常好，但是我演过同类型的了，所以我都忍痛割爱，自编自导自演，咱没那个能力啊。我觉得人就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嘛。人家有好的导演，你不用，非要自己导，自己不会，非要自己导。古装你够胆拍？我怎么不够胆拍？我拍过。啥？什么可以拍短剧了？怎么？伪装者可以拍短剧了？怎么看？我有什么资格看啊？我怎么看？挺好的呀，大家尝试嘛，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嘛。对，我觉得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是比你去不断的非要去弥补填补自己的缺点更重要，我觉得。对，术业有专攻。对，同类型演多了就不说别的了，同类型演多了我自己也烦。群像剧不考虑一下吗？群像剧没有不考虑啊，我这边是很 open 的，就是合适的都可以，只不过现在还没有遇到合适的嘛。我对于我来说，长的、短的、横的、竖的，什么群像的，还大女主的、大男主的，所有的都可以，只要剧本 OK， 角色适合我都可以。对，把自己擅长的地方，把自己有天赋的地方去发扬光大，不要总是纠结自己的缺点呀，说什么。当然，你缺点如果你有能力，可以把它变得好一些，改进一些也好啊。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自己舒适的地方，然后把自己擅长的东西发扬光大。
每个人都有短板嘛，你不要老跟那短板较劲。我在演戏的时候也有这种问题，就是我有些地方确实是我的短板，我也在每次在反思，在尽量的去填补，但是我把更多的重心放在我擅长的地方。我看完以后，我觉得演的可能普普通通，我可以让它变得更加有惊喜，但是我当时没想到，我下次自己偷偷的好，偷偷的去改。我的短板是什么？我短板有不说，你们自己去研究吧。会接打戏吗？会啊，我今年26年我一定要把这个身材和动作要把它不说练到多好吧，最起码恢复以前的状态吧。可以多接一些打的戏，有性张力的戏。能不能拍部虐的？大家喜欢看虐的吗？我记得24年的时候特别流行虐剧，24年的时候特别流行那种掐脖呀，非常虐的那种类型的剧，也流行那种非常强势暴力的霸总。但是25年的时候好像流行那种儒雅沉稳的霸总多一些。就本来上班工作已经很辛苦了，然后下班堵1个小时车回到家里面还被虐的心痛，我觉得是体验不太好吧。这2天的2部其实是角色反差还蛮大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2部剧，它是完全2个不同类型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于境之上这种好啊，有机会吧，我也想。还会接双男主的本吗？会呀，演过医生，还演过警察。这个月会开工吗？这个月不会开工。掐了点似的掐。啊？掐点似的，没有。今天工作了一天，有点累了。昨天熬夜了，昨天熬夜了。今天工作一天，有点累了。2个完全不同的类型的剧和角色。有电，身体没电了。今天身体没电了。尽量别熬夜看，白天看。真的，我昨天熬夜看完，今天一天都没有精神。好了，拜拜。到点了，真是卡点儿。我其实没看时间，我就觉得感觉该下了，然后一看时间也到了。好了，拜拜吧，大家开开心心的追剧吧，早点休息，拜拜，比心。